男主人公小何24岁，来自江苏，学历本科；女主人公小宋24岁，也是来自江苏，现在是一名网络写手，学历是本科。来，有请两位。大学毕业去当的兵，是。两位是大学同学是吧？我们俩高3的时候就在一块儿了。大学的时候我到南京，他去了武汉，一直异地恋。等于异地恋6年，对吧？是。在大学的时候，基本上每天晚上都会视频聊天一段时间，都是聊到我断电断网那段时间结束。然后每个星期的话，我们都是保持着1个星期1封信的一个习惯。一直维持着这些关系。后来我大学毕业去当兵了，当兵之后呢，有的时候晚上趁我班长他们睡觉了，偷偷用手机给他打电话。有一次我打电话被我班长抓到了，然后把手机给收过去了。当然你违纪嘛。走那以后，基本上就是写信，靠写信维持。你们这6年关系一直很稳定吗？也没有，中间也吵过架。为什么吵？他不太相信我，因为我有一个男同学，大学的时候一直追我，但是我没跟他在一块儿，我也跟他说得很清楚，他每次都是疑心病特别重，总是拿那个当借口，找着茬吵架。现在那个男生还跟你联系吗？联系，只是普通朋友，他也知道。那你现在复员多久了？9个多月。到北京多久呢？5月份来到北京。有没有找到工作呢？现在找到了。但是我不是太喜欢这份工作，我打算回老家那边发展。为什么要走呢？因为我适应不了北方的这个生活，从小生长在南方，然后这边天气啊与南方相差太大。你是怎么了？他如果走的话就坚决分手是吗？我不想让他走，我也不想分手。在北京我看网络写手已经很稳定了是吧？是。我所有的朋友圈子关系、社会关系都在这边然后我也想让他留在这边，因为当时来这边的时候就是说，希望我们2个一起发展。他去当兵，如果说他当时说不来，我就不会一个人跑到这儿了。那我现在稳定了，我也希望你能在这儿陪着我。那等于他当兵之前，你们俩约定要在北京。对。哎，人家一个南方姑娘在北京不也挺好的吗？2年也待下，你怎么就不行呢，兄弟？我当了20多年兵。你什么级别？上等兵。上等兵。我是大校，我也离开部队了。离开部队确实有一个适应期。你在部队这么多战友，你都能适应，为什么到单位不能适应？老兵要对新兵说话。就是我有的时候跟他们聊天啊，或者说一些东西的话，我都感觉我自己跟他们聊不来，很难适应有一段时间。是。兄弟啊，一定要适应。你是金子总会发光，而且你有这么好的条件，你在部队锤炼过2年，你到地方一定是个好样。对，你要相信自己。对，老师的意思是留下来呗，在北京好好干呗。我那边的话，我答应我那个朋友，我在家里面合伙做生意。那有没有可能是说，咱们再异地恋一下？就我希望的是，他能够跟我一起回家。我们在家里面一起发展。不可能，你为什么不能为我留下？为什么总是我在付出？你在外面漂流了这么久，我也不放心你一个人在外面。你为什么不放心他呀？他现在有的时候工作了，他基本上都是1天只吃1顿饭，而且他每天晚上熬夜熬到很晚。特别是他做网络写手，看着他我真的很心疼。身体是最重要，你没有一个好的身体，你有什么精力去工作呢？你不放心的不是我的身体，你不放心是我身边那帮人吧？啥意思呀？他就不放心那个追我的那个男孩子。你不是？
我跟他没什么事儿了吗？对啊，他也知道我们俩只是朋友。啊。他也跟他玩，但是他就是不放心。那现在这个人还是你朋友了？是。他也在北京。是有点不放心哈。有点。发现什么了？你不放心？我相信他能够可以说是坚持下去，但是我就怕他日久生情。他要生情不也该生情了吗？大学4年这个。4年我就生了好吗？啊。他守了我4年，我就该有了好吗？我何必呢？这男孩一直在你身边是吧？是。他一直都陪着你啊。是。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那你考虑过我吗？他只是一个朋友。哎，这个你怎么界定他这个只是一个朋友啊？你所谓陪着你是个什么意思呀？有一段时间他跟他讲过，如果说我们2个不结婚，他可以一直等下去。你那个朋友那么爱你是吧？他就是一直守着我，但我把他当成哥们儿那样对待。那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会不会把他叫来帮你呢？有时候会。那他会不会有错误的认识呢？我觉得应该没有。我知道他喜欢我，他大学的时候就跟我说过。我也跟他说了，我不可能跟他在一块儿。那如果他这次回去的话，你们俩就有可能在一起了吧？不会。为什么？他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你就喜欢他是吧？我就喜欢他。让他回去为什么不行？他当兵这2年 QQ 一直是我上，结果那一阵儿就有一女的，就给他发老公我想你了。那只是一个网友，他跟我开玩笑，然后我回他也是跟他开玩笑回他的。开玩笑能一说2年，我让你把他拉黑，你是前脚拉黑后脚又加回来，为什么呀？那是一直没删掉他行不行？我把他拉黑名单里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我亲手拉的，我会不知道吗？这件事我已经跟你解释过很多遍了，而且我也打电话给他，让他给你解释了。解释有用吗？哎，那个女生是怎么跟你解释的？因为我们确实是一个网友关系，然后我打电话跟他说，这件事我女朋友误会了，他就在我旁边，我说你给他解释一下吧。他跟我说他们俩就是从网上认识的，然后就说他只是开玩笑的，是他曾经有喜欢过他，但是知道他有女朋友就放弃了。那女孩在家，他这次要回家，我就觉得他是去找那女孩的。我跟你说过没有？那女孩我见都没见过。你再说没见过。我是没见过。你空间里面他照片呢？那是走他空间里边拉过来的，行不行？那你凭什么拉他照片啊？我空间里面放他照片了吗？就算是好朋友，我空间里面有别人照片吗？我空间里面放一个好朋友的照片不行吗？我空间里面那么多的照片。那我空间里面放一男生的照片，你就给我删了，什么情况啊？我不想跟你吵这些问题，行不行？哎，你到底见没见啊？没见过，但是我们也有视频过。有视频不就是见过吗？那女孩是在家乡吗？是。难怪人家生你了嘛。这倒好，一人有一个备胎啊。说笑而已啊，其实就是不放心，再异地恋了是吧？是。就得看在身边了。是。2个人都是这样是吧？是。那当你到了北京之后，你们看的这个效果怎么样呢？觉得好吗？我觉得挺好的。你呢？我现在感觉我们2个都已经变了，这也不像是在上大学那会儿，感情有点变味了，工作时间都不会相对稳定。然后因为我要经常出差，他有的时候经常在公司加班，2个人都很少凑到一块儿去聊天。明白了，这事儿其实挺难的，看你们5位老师怎么办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这个他从部队刚刚出来，不是很稳定，希望这个女孩子应该多理解、多谅解他。他追着感情来了，但是呢，他现在跟你啊，不能平等对话了。你现在比较稳定。他现在比较漂浮不定，但是他也在做，是吧？你既然是一个网络作者，你到哪儿都能写出非常优秀的作品。我已经看出来了，老兵一屁股就坐到新兵这边啊，有倾向了。你得把他了解清楚，他在那边做什么，你要给予他支持，看看他，你们可以讨论啊。我问过他，每次问他都说随便，每次问他都不跟我说。不，你不能这么敷衍。我觉得他可能是不是也挺犹豫的，而且我觉得你们俩的感情基础其实挺好的。
6年能够这样的书信往来、电话异地恋，那真是很不容易。但是，一旦接近到这个婚姻阶段的时候，这个异地恋不是很现实，所以你们俩之间必须有一个这个一个人要做出牺牲，这是必然的。两情若在久长时，岂在朝朝暮暮。其实这是诗人在无奈之下的自我安慰。异地恋困难的这系数是非常大的，因为爱情其实就是由朝朝暮暮、点点滴滴，然后形成了情感大厦的一砖一瓦，慢慢的堆起了坚实的爱情。异地恋关键在于4点：信任、付出、行动，然后还有爱。我跟2位老师的意见不太一样，我觉得强调困难的爱情就是不爱了。因为在咱们爱情保卫战这个舞台上上演了太多的克服了各种困难的那种幸福，那不就有吗？对，但是现在你们却把异地这个困难摆在了双方之间，形成了不可逾越的鸿沟。其实就是换一种方式说我不爱你，各有备胎，又都不懂得付出。如果真的不爱了，就坦白的说出来，然后说再见。说实话，你们2个看似谈了6年恋爱，但其实真正的谈恋爱时间并没有。因为你们所有的东西都是来自于精神上的交流，而没有一个实地的落地。我们说异地恋最大的一个杀手锏就是现实化，就当我们异地恋结束后，我们真的在一起，其实我们才是真正开始恋爱的那一刻。而现在你们刚刚开始恋爱，可是你们会发现有很多的阻碍，你们冲破不了了，所以现在2人开始吵架。如果你们真的现在要把异地恋变到现实化、落地化，并且要真的走下去，你们最需要做的是规划未来的生活。这个规划并不仅仅是说我们回到谁的地方，谁留在北京谁回去，而是我们规划我们未来该怎么样。现在我们看到了一个情况，不是你们的恋爱出现问题，而是你们未来的生活规划完全不一样。一个人未来的生活规划是我要跟我爸爸妈妈在一起，我可能要在那个地方去过我的生活。一个是说我的事业已经在这个地方发展了，我可能把事业看得更重要一点。有些时候去看看自己的需要，再去看看别人的需要。如果真的能碰撞在一起，就做爱的妥协；如果真的觉得碰撞不到一起的话，做爱的分手，让别人更幸福的过。我跟大家的意见有截然的不同。6年，2190天，52560个小时，3156000分，189206000秒。分分秒秒都是期待，日日夜夜都是想。心理上面给他更多的支持。他复原回来这9个月，支持的够吗？仅仅是找一份工作就够了吗？他那么在乎你的朋友圈子，他为什么拿的时间一起进入黄金60秒？这6年以来，我一直都没有陪在你的身边。我觉得，不管是作为你男朋友，还是作为一个男人来说，这是我最大的过错。我想，你这6年没有我在你身边的日子，你会非常难过。我想对这6年的时间跟你说一声，你辛苦了。我知道，这6年来我也有做的特别不好的地方，我没有太多照顾到你。你来北京那么长时间，我只想到了为你找工作，没有顾虑到你心里的压力，还每天那样给你施加那么多压力。我知道这样对你特别不好，但是我真的是想我们俩以后能过得好，我不想再等一个6年，一个6年已经让我等得很疲惫了。如果再分开，我会受不了的。我迁就你，希望你也能迁就我。我为你想，也希望你能为我想。好，时间到。你们6年，你们应该最了解彼此，回去吧。一段6年的异地恋，真的在一起的时候，
却出现了这么大的分歧，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到底是因为过去的情感本身的基础可能就不是那么牢靠，还是现实生活让他们有了对对方新的思考？这样一段恋情，各位看好吗？请拿起手里的表决器，请选择。64%的朋友选择了反对，36%的朋友选择了赞成。我来问一问我们周老师，他们是选择的是什么？我选的是赞成。你呢？我倒觉得，就像刚才那个老师说的，其实他们这个6年恐怕不能这么算，我应该觉得顶多就算9个月吧。所以我觉得恐怕是不太看好。来，你选的是什么，小伙子？我选的是赞同。理由？因为我曾经也有过异地恋。几年？6个月吧。后来分手的原因是异地恋？还没有分手。就现在还谈着呢，是吧？对。啊，放心吗？肯定是不放心。其实这个境遇都是差不多的。因为自己是异地恋，所以希望异地恋能够开花结果。对。下一步怎么打算啊？也会面临这个问题啊。周老师谈到一个生活规划呀，怎么办呢？现在正在想那个问题。你会为他放弃在天津的生活吗？如果他要求的话。也许会吧。来，你的选择是什么，姑娘？赞成。给个理由。因为我觉得就是我是在那个女生的角度考虑的，我觉得她能够等他6年，很不容易。谁能等谁6年？就是那个女生。你不是异地恋吧？我没谈恋爱呢。还没谈恋爱呢？看他们谈异地恋这么辛苦，会选个异地的吗？不会。所以你没谈恋爱，就怕出现异地恋？不怕。啊，那怎么没谈呢？就没碰到嘛。啊，没碰到合适的，所以这东西也不由人控制。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这一对嘉宾他们自己的选择。周老师他们其实做了一个挺好的榜样，其实都有妥协，对不对？我觉得如果他们有智慧，也能找到这样的方式。但是不知道他们自己愿不愿意为此而付出。一起数5个数，5、4、3、2、1，请开门。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你的给我，戒指给叔叔，谢谢你，真棒，牵着妹妹走吧，再见。这个订婚就跟刚才那个心情截然不一样了。感谢杰里亚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套装礼盒，感谢天津东尼佩吉钻饰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钻戒。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个神圣而浪漫的时刻。嫁给我吧！我会用这一辈子的时间去爱你，去疼你，永远不会离开你。他喜欢这个。想亲的我偏不让他亲，不想亲的偏要让他亲。你看谁想亲？来。谢谢你们啊，来请回。谢谢主持人。谢谢。加油！啊，老丁说了，你加油。现实问题有爱能解决。接下来的同样是一个现实问题，有没有那么大的爱呢？在这段情感当中，非常的复杂和纠结，既有孝道的东西，又有我们所讲的爱情的东西。看看他们的困难吧，一起来看下一对嘉宾。